首尔繁忙的街道上，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出现了。他到处请求路人借用手机，未能借到手机，他只得走向警察局。警局门前的警员觉得情况不对劲，上前一问，才发现事态的严重。少年在一阵慌乱后，慢慢开口：“我杀人了，就用这个杀的。”这起案件立即被高度关注，因为被害人只有8岁，不仅遭到残忍的杀害，还被肢解，加害者也只有13岁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未满14岁的犯罪少年可以免除刑责。舆论激烈发酵，众多民众走上街头。沈恩熙是地方少年法庭的法官，这份工作其实挺难做的，除了审判少年犯之外，还要负责他们的持续管理和监督，确保他们在矫正机构中良好成长，以及他们未来是否会再犯。所以少年法庭的存在意义在于矫正而非惩罚这些少年。很多法官都不愿意来少年法庭，他也是，但他有自己的理由。那是什么理由呢？厌恶。他对这些少年犯罪者极度厌恶。不久，沈法官被调到了少年刑事合议庭，他成了右边的陪审席，和性格温和的左边陪审席车太喜共用办公室，两人性格迥异。车法官温和，沈法官则显得冷酷无情。他们将负责那起引起公众愤怒的少年杀人案。案件资料表明，虽然两个孩子住在同一小区，但他们之前并不相识，亦无任何矛盾。这起案件的性质极其恶劣，如果判处最重的刑罚，就是20年。江部长担心这会引起公众反弹和指责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江部长只是判处2年刑期。沈法官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工作刚开始就被通知参加一个参会活动。在这个参会上，机构服刑结束的孩子们会和他们的承办法官以及法庭职员共进午餐，这是该合议庭的一个传统活动。他本不必参加，但因为江部长有事无法出席，如果他作为陪审也缺席，这个参会就失去了本应有的意义。沈法官没有选择，只好参与营业。参会上，车法官和孩子们谈天说地，气氛融洽。显然，车法官真心关心着每一个人，而沈法官却露出不耐烦的神情。有个叫雪雅的女孩中途去了厕所，她离开时突然出了点状况，工作人员阻止了他们的去路。有顾客投诉，雪雅在上厕所时撞到了她，并趁机偷走了她的钱包。雪雅拼命辩解，承认撞人，但坚决否认偷盗。顾客之所以怀疑雪雅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餐桌上的对话，知道雪雅有前科，双方争执不休，各持己见。这样下去只会耗费时间。沈法官建议报警，并且他自己也认定是雪雅偷的，认为雪雅刚刑满释放几小时就敢重操旧业，完全没有悔改的心意。雪雅焦急了，他发誓自己绝对没有偷。沈法官的态度非常冷淡，他只是人把雪雅送往警局。车法官上前为雪雅辩护，他提醒大家，身为法官都知道应当推定无罪，如果把雪雅送到警局，一位曾犯过罪的人，他怎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？事实上，车法官心中也对雪雅有所疑虑，只是他不愿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。这时，一位同事跑来报告钱包找到了，他掉在地上，被踢到了旁边桌子下。尽管事情已经解决，但雪雅还是很伤心。他要求沈法官道歉，但沈法官做不到这一点，因为他是目击了雪雅偷钱包的证人。他声称自己看到了雪雅偷钱包的行为，不信的话可以检查雪雅的左边口袋。雪雅立刻没了底气，他的反应已经暴露了一切。同事上前一查，雪雅口袋里果然有那个钱包。沈法官虽然不确定雪雅在厕所时是否偷窃，但他确信雪雅在回来的路上偷窃了。这就是沈法官对少年犯罪者感到厌恶的原因，他们不知悔改。他再次提议将雪雅送往警局，这一次没有人反对。不久后，那起引起公众愤怒的少年杀人案开庭审理，罪犯自称有独自面对法庭，他的监护人之前打过电话说会迟到。沈法官无奈地叹气，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足以说明一些问题。沈法官让他叙述案件的具体情况，他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惹到我，谁都得死。”那天他的心情就是这样。他患有思觉失调症，吃药后他会听到严重的幻听。有个小男孩过来想借用他的手机，他说手机没电了，小男孩却絮絮叨叨不肯离开。他心里涌起杀意，于是把小男孩带回了家。但到家后，幻听消失了。他本想让小男孩离开，可是小男孩继续喋喋不休，吵得他头疼欲裂。他冲上前提议跟小男孩玩躲猫猫，告诉小男孩如果被找到就得死。说到这里，他突然笑了，说小男孩藏在床下，他故意静悄悄地坐在床上等待。小男孩探出头来，那一刻看到他的表情真的很精彩。他的笑声在法庭上回荡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应该说他天真还是残忍。他接下来的话更令人震惊，他说据他所知，未满岁杀人也不用坐牢，这感觉太好了。他的态度让人极其震惊。他的母亲迟到了，没看到白成友。迟到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因为工作太忙，另一个是因为白成友说过的那句未满14岁不用服刑，所以他并不担心。沈法官给他留下了一句话：先去向受害者家属道歉。回到办公室，受害者家属正等着他，家属无法理解目前的情况，为什么要杀人？
还要肢解，为什么做这样残忍的事情？为什么不用受到惩罚？他的儿子每晚都出现在他梦中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哭泣，这让他这个做母亲的不知所措。记得儿子抓周时抓到了象征长寿的线，那条线是老天爷赐予的。他一直在想，是不是因为这条线儿子才会遭此厄运？如果当时他换了一根线，事情是不是就会不同？他知道作为公务员不能随便收受礼物，所以他带了一些自己做的小菜，都是他儿子喜欢吃的。沈法官本打算拒绝，但反复考虑后还是接受了。沈法官工作到很晚，受害者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，时刻提醒着自己绝不能手软，肚子饿了就随便吃家属送来的饭。表面上一切似乎都正常，但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孤单。同杀案进入第2次审理，白成友声称自己因为思觉失调症才有杀人念头，他对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，自首的理由很简单，未成年不会被刑罚。他出示了一份文件，用来证实自己病情的真实性。审法官对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思觉失调有多种表现，比如妄想、幻听和幻视，虽然症状因人而异，但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不能长时间集中精神。杀人可能只是一瞬间的行为，但清理现场需要耗费很多精力，对思觉失调症患者来讲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白成友却能够干净利落地清理现场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思觉失调症可能只是一个幌子，用来掩饰真正的犯罪动机。此案还涉及到第3名当事人，对于白成友而言，未满岁是他的最大依仗，无论有没有病都能逃脱惩罚。这样一来，只有一个可能，这起案件背后肯定还隐藏着第3个人。审法官一看案件资料就感到不对劲，主要是2个疑点，即使很急迫的要打电话，也不应该跟一个陌生人回家，如果打算自首，又何必弃尸呢？审法官拿出了一张照片，如果判断没错的话，他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。审法官的处理方法虽然正确，却让江部长感到担忧。这是一个受到公众关注的大案，如果案件被退回重审，警方肯定不会承认错误，可能会引发警方和检察机关的矛盾。他准备亲自逮捕罪犯，但江部长的态度很坚决，这全是他的推测，没有确凿证据，一切照旧计划进行，安静的收场，别闹大了。江部长为啥这么做？这案子关系到他的政治前途，只有处理得当才能步入政界。车法官和江部长立场一致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不能随意开始调查，一旦审法官判断错误，就会毁掉一个家庭。但车法官很快转变了看法，已经有家庭因此破碎，不弄清真相，怎对得起受害者家属？他深思熟虑了一番，根本还是证据的问题。有了确凿证据，江部长自然不会反对。车法官找高刑警询问详情，高刑警是在警局门口遇见白成友的。白成友当时显得很不安，给他的感觉不似是来自首的样子，但突然间人就变了样，高刑警也被吓了一跳。监控显示，白成友变脸，似乎是因为看到了什么。检查监控的反方向，是那个女孩出现了。女孩叫韩瑞恩，是延州女高的，她现在处于休学状态。学雅也是延州女高的，之前犯过盗窃。学雅说瑞恩常去艾森斯网咖，他们决定分头行动。审法官去网咖，车法官去瑞恩家。网管见到审法官都懵了，法官现在都亲自下场抓人了。审法官没用多久就找到了瑞恩，瑞恩表面配合，实际上趁机逃跑。审法官紧追不舍，还不小心被车轻轻撞了下。两人在小巷里追逐，不久瑞恩就从他视线中消失了。审法官到处搜索，瑞恩逃跑时，审法官受了点小伤，前面的路被封死了，瑞恩走投无路。瑞恩被困无法逃脱，但他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慌乱，乖乖随审法官走。可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，瑞恩的父母都在国外，回不了，他们请许律师全权负责。许律师和审法官是老对手，方法有点不干净。审法官问他认不认识白成友，瑞恩说不认识。审法官拿出了证据，他和白成友电话联系很频繁，特别是案发前后。在许律师提醒下，瑞恩选择了沉默。审法官开始说动他的心，白成友未满岁，是未成年犯罪，他就不同了。根据法律，他可能面临最高年的刑期。白成友在庭审结束时的话很引人深思，瑞恩顿时变得紧张。许律师感觉不妙，要求停止谈话。审法官叫他再等等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然后他拿出了监控录像，显示案发那天他跟受害者一起坐电梯。他最终说了话，只是一起坐了电梯，有错吗？他的表情似乎在挑衅，他认为审法官奈何不了他。实际上审法官手段多的是，未成年犯罪的处分等级从1到10，越高级别越严重。他上次是5级，还在观察期内，却在网吧待到深夜，审法官因此有理由扣留他。许律师也没料到审法官会这么做。第2天早上，车法官告诉同事先别让江部长知道昨晚的事，结果最怕的还是发生了。同事无意间让江部长听到了，江部长马上怒了，居然夜里传唤未成年人，简直太疯狂了。车法官不敢吭声，但审法官敢反驳。审法官内心感到羞愧，
犯人又不是什么凶狠的角色，只是个未成年人，居然敢玩弄手段，欺骗大家和警察。作为法官，难道不该阻止吗？要是就这样算了，他们心里会怎么想？法律也不值一提。这样的错误观念下成长，他们只会更加放肆，导致更多无辜者受害。到时候谁来承担责任？所以必须在他们犯错时纠正。法律的威严到底有多恐怖？想要伤害别人，就得承受沉痛的后果，这样他们才可能真的敬畏法律，才会在做错事之前考虑到后果。沈法官的这番话让江部长醒悟，他立刻改变了先前的看法，决心追查事实，绝不手软。江部长这一关终于是过去了，下一步要想办法让白成友和瑞恩说实话。沈法官弄到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，里面的内容让人看不下去，他们竟然用小动物做练习。车法官找到了白成友的妈妈，告诉他存在共犯，只要白成友肯说出来，就可能减轻他的处罚。案子刚有点眉目，沈法官就受到网络暴力攻击，媒体批评他处理案件的方式，对待少年犯态度太强硬，言语带威胁，甚至在没有传票的情况下强行带走未成年人。合议庭马上被舆论包围，电话铃声不停，都是在指责沈法官。江部长也被上级叫去问责，而这背后都是许律师在操控，他总是喜欢抹黑对手。沈法官警告他，在正义面前，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是行不通的。同杀案重新开庭了，这次是江部长主持审判，沈法官和车法官做陪审。瑞恩那边请来了一大批顶级律师，白成友那边只有指派的律师，受害者家人也在旁听。白成友已经把瑞恩供出来了，许律师开始改变策略，承认了杀人遗弃尸体的事实，但是说这是因为精神状态不稳定导致的偶发行为，没有预谋的犯罪。白成友患有思觉失调，他有被害妄想症。车法官质问瑞恩，问确认地址时，白成友的回答为什么会问他还活着吗？通常别人问是不是你家，应该回答是或不是。私下联系的时间是晚上11点28分，电梯监控拍摄的时间是11点29分。监控和聊天记录揭露了2个事实，把受害人带到犯罪现场的正是瑞恩，这明显是一起有计划的犯罪。许律师召唤了瑞恩的主治医生作证，医生证实瑞恩确实患有被害妄想症，他会错误地把别人的行为理解为威胁或者恶作剧，并且会立刻做出反应。但是要断言这次犯罪是因为病态，医生说不出100%的把握，只是说存在这种可能。许律师要的正是这种可能性，借此把案件往偶发犯罪的方向引。江部长决定暂时休庭1小时，许律师有备而来，去思考一下对策。沈法官很快就有了主意，要挑拨白成友和瑞恩的关系，让他们开始互相揭露对方的罪行。庭审重新开始后，沈法官开始质疑白成友。根据白成友的描述，瑞恩犯案时他在旁边换衣服，他本想报警自首，因为很害怕，但瑞恩说他有办法搞定一切，他只需按着他说的去做。白成友将责任推给了瑞恩，瑞恩也不甘示弱，主张分尸是白成友的主意。他当时感到非常恐慌，不知所措。白成友就站在厕所门外，教他如何分解尸体，然后威胁他，要他把尸块扔到楼顶水箱。白成友情绪失控，他想要去自首，但瑞恩坚持要分尸。那把用来砍的斧头也是瑞恩选的，斧头落下后，他还兴奋地手舞足蹈。受害者家人听到这些无法承受，他不敢去想象自己的儿子遭受了什么。情绪稍微平稳后，江部长询问他是否有话要说。从他的视角来看，不管是被害妄想还是思觉失调，他都无法去关心，他只关心自己的儿子是在别人家里死去的，在极度恐惧中，没有母亲的陪伴，他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为何遭此厄运。他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他这里能够停止，他的所有哀痛都化为一句话，请严惩凶手。3位法官讨论了一下，瑞恩和白成友是为了杀人而杀人，手法极其残忍，犯罪性质极其恶劣，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惊和恐慌，因此判处瑞恩20年有期徒刑，白成友被判处10号刑罚，都是极刑。涉同杀案最终画上了句号。沈法官让人给受害者家人送去一些东西，是他亲手制作的饭菜，虽说不值几个钱，但却充满了深情。平时冷酷的他能有这样的行为，说明他内心并非无情，只是曾经受过伤害。这是专门为青少年设立的康复中心，有问题的青少年会被法院送这里来矫正。表面看似一切正常，但有几个细节需要留意。这是个私人机构，只接收问题少女。法院每年都会对这个机构进行检查，虽说是检查，其实不过是走个形式，毕竟在选择这家机构之前，法院已经做了深入的调查，确保万无一失才敢委以重任。如果出了问题，法院的负责，政府也得担责。这个机构一直都有很好的声誉，得到了江部长的极大信任，但这次却发生了意外。他们刚抵达机构门口，法院就接到了匿名举报电话，指控中心虐待青少年和挪用资金。车法官马上向江部长汇报了情况，江部长并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因为这类电话每天都有，目的无非是想搅乱法院和机构的关系。只要机构出了问题，
问题少年就能更快被释放。但车法官认为不能笼统看待，如果举报是真的，该由谁来承担责任？这时，严议员发来消息，邀请江部长共进晚餐。江部长嘱咐车法官，不能破坏法院与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。督察的任务就交给车法官和审法官了，他自己因为有其他事情先行离开。吴主任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收据和交易明细，两位法官可以开始他们的工作了。文件比他们预计的要多，车法官一直心神不宁，脑海中总是回荡着那个举报电话。审法官提醒他注意工作，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，私自启动对托管机构的调查，对双方都不利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谨慎处理。真正的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，因为少年们最缺的就是耐心。吴主任在外头打扫，他的大女儿雅岭出来帮忙，一得知法官在做单独访谈，吴主任马上慌了神。这并不是正规督察流程。难道那些举报真有其事？有传言说女孩们交代了，吴主任就像个魔鬼，每天只给他们吃硬邦邦的饭，不吃就摔碗，让他们饿着，导致他们吃不饱又吃不好，还常常叫他们去干活，让他们帮别人打扫，不服从就会有严重的后果，要么挨饿，要么挨打。事实上，已经有人因此住院。小庆顶撞了吴主任而不听话，吴主任用板凳砸他，把他的大腿砸成了骨折。吴主任在外面坐立不安，女孩们已经揭露了问题，但情况真的如他们所说吗？法官叫吴主任进来对质，故事出现了另一个版本。他每天辛勤的做饭，却收不到应得的尊重。女孩们还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想在吃饭前抽烟，只要让他们得逞，他们就会安静吃饭。吴主任当然不同意，女孩们立刻摔碗，态度恶劣，对郝主任也是一副不好的脸色。至于让女孩们打扫卫生这件事，吴主任自有其难处。在中心尚未成立时，当地居民强烈抵制，认为那些女孩就是罪犯，不同意建立政府收容所。他花了4年时间说服大家。当女孩们入住后，他首先教导的就是要与当地居民建立好关系，消除大家对这些女孩的偏见。吴主任坚定地告诉他们，那些问题少女在撒谎，她绝未有过虐待行为。审法官早已看穿了他们的谎言，他们声称小庆住院了，审法官便打电话到医院。医院证实小庆是因为群体斗殴，并非吴主任所为，但每个问题都要单独评判。吴主任虽未虐待少女，却动用了法院补助款。吴主任露出为难的神色，他始终不肯说出钱花到了哪里。审法官原本很敬佩他，他独自支撑起整个中心，这确实不易。可惜他未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，令审法官感到非常失望。吴主任并未试图辩解，只是说那笔钱是临时借用，会很快还上，但不论他是否归还，挪用公款的事实已定。审法官决定启动调查程序，根据调查的结果，法院可能取消对他的委托，甚至可能将他诉至法庭。2位法官离开了中心，但并未直接返回，他们决定去医院听小庆的说法。小庆的遭遇令人同情，遭受暴力后被送往医院，加害者的父母拒绝支付医疗费，他母亲再婚后与他断了关系，当时情况紧急，必须立刻手术，否则他下半生可能就无法行走。吴主任挪用的那笔钱正是用来支付他的治疗费用，他非常感激吴主任，在中心的日子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。他打算想办法还清那笔钱，希望法院能宽恕吴主任。审法官知道了真相后极为懊悔，觉得自己之前未弄清真相，就对吴主任说了重话，不能因此冷落了一位好心人。他决心回中心向吴主任道歉。车法官则留在了医院，正巧遇到吴主任被急救车送来。审法官匆忙赶往中心，这地方显得有些不对劲，地面乱七八糟，人影全无。雅岭突然出现了，说他们离开后不久，吴主任就倒地不醒，随即被急救车带往医院。他反复思索，觉得这都是那些问题少女造成的。吴主任为他们耗尽心力，无论是承受丈夫离去的痛苦，还是忽略了对女儿的关爱，都是因为吴主任全心投入照顾这些少女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那些少女离开。然而雅岭却表示，那些少女并非逃跑，是被他亲手驱逐。吴主任送医之后，他情绪失控，与那些少女发生了激烈冲突。在他失控之下，那些少女相继逃离。医院传来消息，吴主任已经苏醒，身体没有大碍。他刚恢复意识，就听车法官说起，雅岭把恢复中心搞得一片混乱，还把正在康复的少女们赶走了。看到乱糟糟的中心，吴主任完全不理解雅岭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雅岭告诉他，母亲要清醒，那些少女是社会的败类，不值得他如此付出，即使他们消失了，那也是咎由自取。吴主任听后气愤极了，情不自禁地扇了雅岭一个耳光，提醒他说话要注意分寸。母女俩争执的场面让审法官忍不住上前干涉，让雅岭带着妹妹去楼上休息。7个少年犯同时消失，这事儿可不小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恢复中心和相关工作人员都会受到牵连。因此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找到他们。这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，来电是附近的派出所。他们在巡逻时，在路边发现了独自一人的阿敏。阿敏的脸上有伤，都是那帮孩子干的，特别是那个头目英娜。
他为了抢阿敏的钱，带领其他人狠揍了阿敏一顿。阿敏说他们想去火车站，但他不知道具体目的地，这是涉及面广。沈法官就报告给了江部长，向他详述了事件经过。江部长听罢非常愤怒，他临走时已经明确指示禁止干预这事，他们却背地里对恢复中心进行了调查，并且闯下大祸。江部长不想多说，既然是他们造成的，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，但目前毫无头绪。沈法官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此时吴主任来电，他说他知道孩子们可能的去向。就在昨晚，阿敏接到了卷发女孩的电话，她向阿敏求助。在英娜的引领下，他们已经跑到了首尔，但因为缺钱，他们开始勉强自己打架。卷发女孩因为害怕，才向恢复中心求救。关于他们具体的下落，他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是首尔车站附近的某家旅馆。沈法官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立即通知保护机构协助搜寻。同时，沈法官他们也在去首尔的路上。在这期间，卷发女孩已经被带到旅馆，而与她同行的其他女孩在楼下守着，防止她逃跑。不久，男客人来到了房间，他从包里拿出一条铁链，在大门上加了锁。当他们到达首尔车站之后，大家开始各自行动，逐一查找附近的旅馆，但最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吴主任在街上搜寻时，碰巧遇见了正在逃跑的女孩们。吴主任耐心地劝说他们，但女孩们还是跑了。在追赶的过程中，吴主任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女孩们便趁机消失了。幸好车法官及时赶来，阻止了女孩们继续逃跑，并询问他们卷发女的去向。这时卷发女正陷入困境，她趁男人去浴室时，在包里翻找东西，希望找到钱就赶紧逃走，并寻求外界的帮助。但男人钱包里一点钱也没有，也打不开手机密码。他慌乱中，男人突然回来了，发现了卷发女的举动，男人立刻暴跳如雷，对她拳打脚踢。由于其他女孩的线报，警方定位到了那家旅馆。卷发女听到查房声，急忙发出求救的信号。男人看到后，赶紧捂住她的嘴，防止她大声呼救。警方听到了响动，在门外不断敲门，但里面的锁阻碍了他们。就在女孩快要窒息的时候，警察破门而入，当场逮捕了男人，并救出了女孩。幸亏他们及时赶到，不然后果无法想象。6个女孩中，除了英娜不在，其他人都被带到审查院。目前只有雅里知道英娜的下落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周廷务。关于昨晚的那通电话，实际上还有后面的部分。卷发女偷偷给阿明打了电话，结果被英娜发现了。雅岭听到后接过了电话，告诉英娜她妈妈生病了。英娜对她妈妈情感深厚，所以雅岭用这事情欺骗英娜。英娜很可能去了她妈妈家。依靠这个线索，沈法官赶到了英娜妈妈的家，但是开门的大夫说他不认识英娜。他们没有找到英娜就想离开，结果在楼梯间遇到了英娜。她一身是伤坐在那儿，一言不发。原来之前英娜已经去找过她妈妈了，她妈妈看起来很开心，根本不像是生病了。而且房间里除她之外还有个男人声音。当那个男的问谁在敲门，妈妈的回答让英娜心碎。妈妈说不认识这个孩子，这话摧毁了英娜对妈妈的幻想。英娜气得不行，一直敲门想要理论，但开门的是妈妈的新男友。她误以为英娜是混混，就开始对她拳打脚踢。这一切妈妈都看着，却没有阻止。听说英娜的遭遇，吴主任感到非常心痛，他只能抱抱英娜，让她发泄一下。被送到恢复中心的孩子们，大部分来自不完整的家庭，受父母影响，他们渐渐迷失方向，甚至有自残的倾向，做出一些违法的事。他们心里明白不能做坏事，但还是故意犯错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父母注意到他们。但他们的不理解，最终还是害了自己。雅琳也不例外，他报告了妈妈挪用公款，只是想关闭恢复中心，但没想到妈妈会因此倒下。吴主任一直把那些问题少女当自己孩子一样照顾，他总是细心地照料他们。但他一病倒住院，那些少女们并不担心，反倒是喝酒庆祝起来。这一幕被雅琳看到了，他一时气愤，冲动之下砸了恢复中心，把他们都赶出去了。雅琳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他母亲，他不希望母亲过度操劳，而忽视了他的感受。实际上这些年来，吴主任心中一直有个遗憾，是因为开办恢复中心，导致她丈夫离她而去，肚子里的孩子也受了影响，小心脏停了下来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她对恢复中心的孩子特别上心，想要填补当初的缺憾。但她没想到这样做会伤害到自己的女儿。对雅琳来说，吴主任不只是个好老师，她还是自己的妈妈。这次事件之后，吴主任明白了自己的错误，所以他决定以后要多陪陪女儿，不让她感到孤单。问题解决后，江部长终于松了口气。他之前还在考虑是否要取消和恢复中心的合同，但经过仔细思考，他决定不追究了。毕竟问题都解决了，该找的人也找到了，不想再多添麻烦。但之前的性交易案还有集体暴力案一定要认真调查。为了确保审判的公正，沈法官邀请了大田地方法院的负责人一起处理这个案件。因为委托恢复中心的法院就是大田和沿河，都是针对同一个案子，如果处分不一致，判决就会显得不公。经过几人讨论，
决定由审法官独立审理，并宣布判决结果。主犯因纳罪责较大，因此判以10号处分，其他同案犯则给予9号处分。阿敏和卷发女因为中途悔罪，获得了6号处分。这些年轻的女孩，每个人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家庭的不和环境的影响，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导致他们走错了路。但这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。虽然被处分的是这些年轻人，但这份重担也应由监护人共同承担。孩子犯错，家长也不是完全无责。审判结束后，女孩们泪流满面，她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错误。如今作弊也变得高科技，有个叫迪卡尔的群，为考生提供了方便。考试时群里总是热闹非凡。当然，这种好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，除非家里真的很有钱。进入这个群的首要条件就是看家长的经济和社会地位，只有社会上层的人才能有这种特权。试题泄露已经有1年了，最终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，现在已经交给合议庭审理。巧合的是，负责这个案子的江部长，他的大儿子姓宇也牵涉其中。江部长原本想处理完这个案件就辞去部长职位，转战政界，但这个事件横生枝节，如果曝光他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。江部长得知后立刻回家了，结果是虚惊一场。先前敲门的警察是来调查附近的肇事逃逸案的，虽然姓宇没事，但还是免不了被训。江部长明确禁止过，不许参与迪卡尔群，他却没把话放在心上。妻子急忙辩解，只是期末考前才加入，之后因为反对，信宇就退出了群聊。信宇只参与了那一次，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糟。学生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在群里的是谁，只有组织者校务部长知道具体名单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听到这些，江部长火冒三丈，他正是这案子的审判官，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，他怎能轻易从轻判决？再说校务部长又不是笨蛋，一旦他不满判决，难保他不会揭露这事，到时大家都麻烦了。江部长已经提交了辞职信，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庭审，他不想留下任何遗憾，这意味着他将会公正处罚。妻子听了接受不了，但他们当初做出的选择就应该预见到今天的后果。在另一方面，审法官在回家路上偶遇了老朋友，就是在检察厅工作的南宫李焕。从审法官的态度看，似乎不太喜欢他，对他怒不可遏。南宫找审法官是受他医生的委托，他已经几个月没去治疗，这样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审法官听后平静回应，5年前他就已经是过去人，自从儿子出事，江部长一直心神不宁，甚至会议时也心不在焉。江部长审查了检方的资料，发现涉及高校舞弊案的已被移送到少年合议庭审理的有人，这些是打算加群的学生。按规定，确认的18人交给合议庭审理，剩下3人则按少年保护案来处理。江部长刚提交了辞职申请，他进入政坛的消息迅速泄露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江部长要参加候选人的竞选。看着爸爸的新闻报道，信宇心里感到不是滋味，都是因为自己一时贪心才牵连到爸爸。这样想着，信宇开始有了自杀的念头。在另一方面，江部长收到了议员的消息，邀他出去小聚。自从进军政界的消息放出后，民众的反应还算是正面的，如果能保持这种势头，竞选当然没问题，但前提是他得处理好手边的案件。正说着，江部长收到了儿子的道歉短信，起初他并没太放在心上，没想到会闹出大事。信宇为了不连累爸爸，决定用自杀来结束这一切。他趁红灯冲向行人道，结果被车撞得重伤，医生正在紧急抢救。儿子出事了，父母开始相互指责。江部长觉得，要是妻子没让儿子加群，就不会有这些事。妻子则认为这一切都是丈夫引起的。江部长的2个孩子，大儿子信宇没出息，小儿子却学业优秀，他老是拿2个孩子比较，久而久之，信宇信心受挫，所以才加入了迪卡尔群，希望得到爸爸的认可。但加群后，信宇感到良心不安，所以退出了群聊。在妻子看来，丈夫只会逼孩子学习，他的本意不是为了孩子们能考上大学，而是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涯，结果忽视了儿子的感受。听了妻子的话后，江部长深陷思考。这些年来，他似乎从没真心夸赞过信宇，即便是孩子每天发来的信息，他也从未回过。这一刻，江部长才意识到是自己的冷漠导致了现在的局面。不久之后，针对3名候选者的审理开始了，其中一个名叫西炫，他是第一个接受审问的。班主任也来到现场发言，他说学校创立迪卡尔群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升学率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里，升学率成了家长们选择学校的重要标准。他所在的文匡高中曾是学生们的首选，但现在却面临招生难题，学校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才有了迪卡尔群的存在。但迪卡尔群的目的不单是泄露试题那么简单，能进入迪卡尔群的，首先得看家庭财力，然后才是学生成绩。因为在这个时代，成绩往往靠金钱堆砌，如果不在孩子身上投资，想进首尔大学基本无望。各种补习班和家教成了孩子们日复一日的生活。为了微小的分数差距，每个孩子都竭尽所能，
而被选中加入笛卡尔群的孩子们，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，而是为了省下时间来准备其他的项目。家长们的这种做法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震惊。本来作弊就是不对的，可这么一番话后，反而显得有了合理的借口。江部长经过认真思考，决定退出竞选，并通知了议员这一决定，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议员。议员听了原因，并不意外，反而对江部长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无法回头。党内已经审核过候选人资料，甚至媒体也开始宣传了。此时退出太晚，即便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因为家人和同事想想，孩子的事情一旦曝光，受牵连的不止一两个，这后果他无法承担。”听了议员的话，江部长开始犹豫，他去找了校务部长，无论法官怎么问，只需回答不是即可，其余的由他来处理。安排妥当后，江部长参加了庭审，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事情进展顺利。但沈法官觉得奇怪，江部长拒绝了检方的证人，却接受了所有辩方证词。江部长解释说，检方的人和案子无关。面对沈法官的质疑，江部长当庭发怒，照片从桌上掉落。这时妻子来电，说儿子情况有所好转，已转普通病房。看到江部长发火，沈法官产生了怀疑，觉得案子有内情，但无证据，他不敢轻易下结论。后续庭审中，沈法官陆续传唤其他候选人，其中1人透露，笛卡尔选中的是24人，除了3名候选者外，还有3人曾在群里，但具体人选不明。庭审结束后，沈法官让徐事务查看所有学生名单以及所有泄露的答案。另一方面，车法官收到江部长的电话，让他帮忙找份文件。在找的时候，他不小心发现了一本记事本是从釜山法院来的。因为急着送文件，车法官没太放在心上。沈法官审阅了所有学生的答卷，注意到了个有意思的情况：一次英语考试里，6个学生同错同一题，而且错误答案一样，但以他们的水平，答错这种简单题不可能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个错误答案完全跟题目无关。如果作弊，应该不会错。那问题在哪呢？调查后发现，出题老师改过试卷，却忘记改答案了。这6个学生抄的都是改前的答案，这说明是答案泄露，而非试题泄露。综合情况来看，漏掉的3个学生可能已经退出笛卡尔，成绩也很好，父母社会地位不错，考前后都参加了比赛。梳理出这些人后，沈法官记起一名学生，他曾在江部长办公室见到过。如果他猜的没错，应该是江部长的孩子。再结合江部长近期行为，沈法官几乎肯定江部长的孩子参与了作弊。江部长为了儿子故意隐瞒了这事。面对沈法官的追问，江部长沉默不语，但妻子的举动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沈法官劝他主动自首，说这是最佳出路。部长没直接回应，只说第2天上班再讨论。看着病危的信语，沈法官答应了部长的建议。车法官觉得大家误解了部长，肯定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事。如果部长真涉案，一开始就不会接这案子。沈法官却觉得是部长在掩护他儿子，所以明天的大学庭审肯定取消。第2天一大早，车法官看到庭审时间没变，也就是说大学的庭审会按期进行。部长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沈法官和车法官聊。2人找部长问情况，部长没解释，坚持要开庭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穿上法袍去参加庭审。检方先开口，讲到证人问题，检方要求合议庭避嫌，因为他们提的关键证人在没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审判庭拒绝了，检方因此疑心审判会不公。部长驳斥了检方的请求，让检方继续陈词。沈法官说审判不顺，要求休庭1小时，然后就先走了。部长很气愤，一个法官竟敢擅自停庭。沈法官休庭的原因是觉得审判太草率，检方的理由很有说服力，可部长还是不接受。他不知道部长为什么这样，但他不会让部长这么草率审判。他决定告发部长，可是没证据，检方给的资料里没有部长儿子的名字，也没证据证明信宇参与了笛卡尔，他该怎么告发呢？部长嚣张地说，如果想阻止他，就让沈法官找出证据或证人吧，不然他就会对沈法官不利。部长的恐吓让沈法官心情沉重，车法官深思熟虑，认为部长的话有道理，他们应该专注审理检方的案子，而非去挖掘未查明的部分。况且部长还是他们的上级，他们却对部长心存疑虑，他觉得这样不太恰当。沈法官不会强求他，既然车法官觉得不妥，那他就退出庭审吧，但他绝不会退缩。沈法官为寻找证据，前往高校调查高校泄题案的学生们，已被批准休学。学校领导还真会操作，如果学生被退学，他们的所有成绩都会作废，这对学生影响极大。但休学就不同了，离校后除了学科成绩，其他活动成绩还有效，应试成绩可用其他考试成绩替代，他们甚至可以用满分替代学分，特别是如果他们休学前曾经积极参与校内活动，还能得到额外加分，这样他们的学分就不受影响。而那些成绩好但家境差的学生，却因为这案子需要重新考试，这对他们明显不公。这所高校真的太无情了，只为了升学率，不顾其他学生的前途。高考对许多人来说是人生转折，成人的私心
正在摧毁孩子们的未来。那些得到答案的孩子在升学上占了优势，受害的却是那些无辜的同学。这场审判已经不公正了。部长感谢那位议员，多亏了他的帮忙，才没有留下和儿子有关的证据。议员认为孩子的成绩不是那么重要。媒体把这件小事炒作得沸沸扬扬，审法官还在不懈地搜集证据。第二天，部长被召到院长办公室，审法官和车法官都在场。部长明白两人已经向院长报告了事情的经过，他非常愤怒。审法官其实手上没有证据，仅仅根据一个少年罪犯的话就认定他的儿子有罪。没想到审法官反驳说他手上有证据。部长已经不止100次地确认资料中确实没有证据，资料里是空的。但审法官掌握了当事人的自白。不久前，审法官去医院见了信女，劝他交代真相。部长不理解审法官为何非要做得这么绝，他一生勤勉尽责，只这一次出了差错，但他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。这一点审法官明白。这5年来，部长一直致力于研究并修订少年法，他甚至愿意放弃法官职位，转而投身国会，以推动法律的修改。现在却被审法官搅局了。少年法修订本是为了谁？当然是为了孩子们。那些在高校受害的孩子们怎么办？部长费尽心血修订少年法，那些在高校受害的学生却因为部长的庇护，现在正遭受巨大的心理和身体压力。这难道是部长所希望的少年法？为了修订少年法，部长努力了整整22年，每一天都在对自己处理的案子进行反思。可是这最后一桩案件，他应该如何面对呢？第二天，检察组来收集证据，而且已经得到了部长的同意。实际上，在听了审法官的话之后，部长已经开始动摇。他最终自首，并且带着儿子一起接受审判。这起高校作弊泄题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部长也取消了竞选国会的计划，甚至打算辞去法官职务。那些涉及舞弊泄题的学生都接受了审法官的审理。车法官一直在怀疑一个问题，那是他还在少年抚育院的时候，有位法官经常给予他帮助。可是自从他离开后，就再也找不到那位法官了。直到最近，他得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人就是部长。实际上，车法官第一天来时，部长就认出了他。车法官就像小时候一样，俯下身去给部长系鞋带。小时候是部长帮他，现在他帮部长。部长劝他以后不要走像他那样的老路。部长离开后，车法官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对部长的教诲心存感激。完成审判任务的审法官没有及时为部长送行，实际上部长并没有对他怀有恶意，相反，他很敬佩他作为女性的勇气。一辆车夜里在马路上飞驰，交警在后面紧追不舍，驾驶的是一名未满岁的少年，他无视交警的追停，反正被捕也是绝路一条。当车辆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，因为车速过快，撞倒了一名外卖员吴奎爽，他们的车也因此停了下来。那位外卖员是个工程师，白天在修车中心工作，晚上兼职送外卖，现在他仍在医院急救。驾车的少年也重伤，车上的其他人只受了轻伤。新任科长还有2天就要上任了。这起事件是审法官独立审理的保护案件，那名驾驶者是被审判过的道西，为何会是保护案件呢？徐事务所进行了解释，道西曾经常和坏学生混在一起，提起诉讼的说不定是之前担任部长的官员。尽管这只是他们的推测，现在社会各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审判上，不论涉及不涉及前官员，都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扩大。车法官认为道西不会那么做，因为他决心要当一名保安人员。现在关键的不是道西本人，而是那群人犯下的罪行，害得一个无辜家长命悬一线。庭审正式开始，审法官开始询问那些孩子，但他们都在推脱责任，甚至把责任归咎于迷茫的道西。道西的妈妈递交了一份请愿书，声称一切都是被李南景强迫的，双方的证词各不相同。第一轮庭审结束，浩的妻子来找审法官，他即将临盆，希望能早日看到审判的结果。审法官向他保证，所有肇事者都不肯认罪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他都要让肇事者说出事故的经过。之后，审法官去了解道西母亲的情况，那些人经常半夜叫道西出门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动态，到了法庭上就哭泣以博同情，这样法官肯定会被感动。从审法官办公室出来，浩的妻子开始有生产的迹象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的道西也出了状况。审法官下班时突然被人叫住，他看到眼前的这个人，不禁感到震惊。来人是名叫罗景熙，是新上任的新部长。他表示希望能和审法官好好合作。审法官听后，感觉自己像是置身冰窖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道西被诊断为植物人状态。一名女高中生收到了好友发来的消息，好友威胁要把她的隐私照发到网上。这名女学生彻底崩溃了，为了夺回照片，她把道西卷入了这件事，这才导致无照的道西开车发生了事故。从此，道西就变成了植物人。但这真的是事实吗？道西成了植物人后，有的人高兴，有的人忧愁。高兴的自然是其他4个孩子的家长，他们不必担心被连累，毕竟驾车的是道西。此案仍然聚焦于这场意外，尽管他们孩子可能帮助了犯罪，
但他们有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脱身，这真是一群无良之辈。车法官凝视着道西的照片，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。道西虽然犯过错，但他曾向车法官承诺，绝不再出现在法庭上。想到这些，车法官泪流满面，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年就这样毁了。审法官审视着其他4个人的问询记录，以及道西母亲的请愿书，他分不清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，毕竟道西有前科。隔天，新部长上任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易于相处的人。他坚持一切要按原来的程序来，可以忍受笨拙的法官，但不能忍受审核车的跋扈，特别是审法官。看来新部长已经盯上了审法官。审法官得知车法官想要干涉案件，警告他不要越过界限，但车法官实在太担忧道西，于是他去了租车公司，询问道西租车那夜的情况。但租车行老板已经告知了警方，那位租车职员已经被调到其他分店。审法官发现了一些情况，这是负责监督审法官的官员吗？道西在保护观察期初表现良好，但到了后期，他的表现开始变差，他甚至不再打电话，厌倦了上课的日常。他的父母是唯一的监护人，但他们没有时间来管理孩子，母亲总是忙于工作，偶尔才会严格管教道西，但保护门并不能时刻守护他。至于所谓的欺凌，根本就不存在，因为道西本身就有跆拳道段位。既然道西有跆拳道段位，他擅长跆拳道且高达厘米，试问谁会去欺负一个高手？而且道西之前因被勒索而受到保护。审法官仔细思考了一下，决定在此案中免除道西的处罚，在下一次的庭审中要求所有同车的少年出庭。在庭审那天，监护人需在外面等候，只允许少年们进入法庭。部长满腔怒火地找到审法官，因为车法官的私自调查，他接到了租车公司老板的投诉，甚至是首席部长的电话。审法官承诺会处理车法官的行为，这才让部长稍感安慰。审法官严厉地责备车法官，车法官反而告诉他，租车那天有目击者在场，目击者在接受警方询问时，可能因为害怕忘记提及当天还有一名女孩在场，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同乘者之一。审法官感到非常震惊，他只说过会让道西免于审判，但并未说要草率地结束案件。徐事务根据审法官的指示，查看了涉案孩子们的社交媒体，没想到发现所有照片都已删除，有些账号甚至注销了。经过一番调查，发现道西租车的时候，所有同乘者都有不在场证明，2个男生在酒吧，2个女生在家休息，并且都是独自一人，没有证人能证明。有个女孩站在医院门口犹豫着，看到道西的母亲后便匆匆离开，她不想遇到车法官。见到车法官后，女孩急忙逃走。第二天，保安收到一个包裹，他交给了徐事务，因为包裹上写着道西案件，寄包裹的是一位和道西年纪相仿的女孩。遵守规定，这种包裹通常应当立即废弃，不应交给法官，但为了慎重起见，徐事务还是简单查看了一番。包裹内容令他震惊，里面是一段无声视频，视频显示了有人霸凌道西，但奇怪的是道西并未反击。车法官看到视频后非常愤怒，别人可能不明白，但他知道道西已经改变了许多，视频里的道西只是忍耐着，因为道西明白，一旦还手就意味着自己要再次面对法律的审判，而打道西的人竟是道西开车时带的那些人，其中肯定有某种联系。无论如何，造成伤害的确实是道西，租车的也确实是他，目前还无法确定视频的来源，因此他们必须保持冷静。审法官将视频交由专家鉴定真伪，不久之后，鉴定结果出炉，确认视频是真实的，且音频已经恢复。审法官立即查看视频中的某句话，引起了他的关注。道西在被打时说出：“你肯定会删掉那些照片。”车法官终于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在下午的庭审中，他向所有同行者播放了视频。轮到白美珠观看时，车法官表示他知道视频是美珠发来的，也清楚道西遭殴打与他有关，这就是他消除视频声音的原因。然后将视频偷偷交给了法院工作人员。看到白美珠显得感触颇深，车法官宣布，从此刻开始，美珠说出的每个字都没有法律效力，他们也不会再做记录，美珠的朋友们也不会知情。白美珠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说出了真相。她因为被别人拍了不雅照，担心照片传到网上，所以求助于道西，道西帮忙删照片，才会忍受被打。他曾阻止过道西，道西还是一意孤行，但道西还是去了。好在照片最终被删了，可道西现在却瘫在床上。车法官正劝白美珠出庭作证，但希望似乎不大。对于少年们老说，友情比性命更为重要，坦白就意味着的伤害朋友。审法官在说服他时，突然接到了一个消息，他叫来了所有少年的家长，宣布停止审理保护案件，因为受害人去世了，案件升级为刑事案。这样一来，白美珠更不敢说话了。审法官隔天向上级报告，道西的母亲和同车者意见不一，他们明知道道西没驾照，却仍然选择搭车，这可能涉嫌帮助犯罪，同时违反了交通规则。对于死者和道西，审法官要一起审视赔偿问题。车法官和审法官看法一样，但上级并不同意，揭露真相很重要。
但是晚来的正义也不算正义，上级希望尽快结案，因为案子太多，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案件上。部长第2天开始审判，对于检方指控的无照驾驶和违反交通规则，被告全都不承认。他们以为道西有驾照，所以才会搭他的车。他们认为自己和帮助犯罪无关，因为道西借车是为了秀车技，想带他们兜风罢了。通常只有关系好的人才会一起去兜风。播出了一段打斗的视频，律师解释当时双方有言语冲突，因此发生了肢体冲突，但检方不同意，并出示了证据。视频是在医院邮到母录制的，医生确认道西的伤是长期被暴力对待的结果。根据这些证据，他们显然不是朋友。被告展示了自己的证据，视频显示租车的人是道西自己，并没有其他被告在场。检方传唤了交警作证，交警负责做酒精测试，发现车内并无酒味。不过驾驶者还有乘客们都很紧张。现在双方都有自己的证据，部长决定暂时中断审判。部长认为双方证据都不够充分，他现在要做出总结，直接进入最终裁判。不论审法官和车法官怎么反对，部长还是宣布了最终判决。被告确实犯有罪行，导致一位无辜家长的死亡，以及驾驶者变成植物人。被告在法庭上仍旧否认所有罪行，对过错没有任何悔意。但关于交通条例的违反，鉴于事故与被告的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，所以宣判他们无罪。对于无证驾驶等行为，判定被告有帮助犯罪的行为。考虑到被告的年龄、过去的记录以及此案发生的背景，判决以少年保护事件处理。共乘者们听到判决都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，他们的父母也非常开心。但这对吴奎爽的妻子和道西的母亲来说很痛苦。吴奎爽的妻子想在庭上发言，却被部长阻止了。整个审判过程都没有提及死者吴奎爽的名字。吴奎爽就这样不幸去世了，谁该对吴奎爽的去世负责呢？一群人从法院缓缓走出。自美珠回想起审法官所说的，车祸发生的时候，司机往往会下意识地打转方向盘以减轻伤害，但在这起案件中，司机却把方向盘打向了自己，因而承受了全力的撞击。事实上不是道西有意加速，而是其他乘客催他快驶。他们能在法庭上欢笑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都还活着。不指望他们永继道西，但至少应明白，他们是站在多少牺牲者之上，才能站在这里。想到这里，白美珠泣不成声，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复杂性。她向吴七表示，她并不是在求原谅，对儿子的过错，她将终身反省。2位可怜的妇人，一位失去了丈夫，另一位失去了儿子，他们还能向谁伸张正义？第2天，审法官如常工作，少年法庭收到了一宗案子，单从名字就让人感到震惊。一起集体性侵案件，受害人10岁的江善雅，她的父亲是货车司机，那天长途回家没见到女儿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他于是报了警。不久后在工地发现了善雅，案件本身并不复杂，网友约出善雅后强行灌醉，接着便发生了集体性侵。但问题在于善雅当时意识不清，记忆也很混乱，她一开始说是人后又多了一个。从法律角度看，如果受害者陈述前后不一，可能对受害者不利。鉴于善雅记不清细节，而案发地点是个在建工地，监控缺失，取证困难，因此只能对徐东军、吴敬秀、黄仁俊3人提起诉讼。善雅事后立即去医院接受了全身细致的检查，身体里检出了徐东军和吴敬秀的 DNA。 面对证据，2人认罪，黄仁俊也在现场，但他声称自己只参与了灌酒，并未性侵，并称不知2人的真实意图。因缺乏证据，检方无法证明他参与性侵，因此对其他2人是刑事案件，黄仁俊则是未成年人保护案件。不过黄仁俊问题多多，已有6次受到保护处分，这次再犯显然未有悔改。善雅还在伤痛中挣扎，她的个人信息被网络曝光，遭受网络上的侮辱和排斥，心理承受巨大压力，尝试自杀，幸好被及时发现并救回。部长喜欢快判快决，迅速开庭审理2名加害者，检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，2人无法狡辩。庭审迅速结束。黄仁俊的问题最为棘手，他自小就问题多多，甚至杀人，曾在楼顶将砖头投掷下去，造成1人当场死亡。而这案子的负责人正是部长，这就能看出黄仁俊不简单。但性侵案的真相是什么？他真的没有参与吗？实际上他已向善雅父亲坦白，起初并未打算性侵，但酒后心生歹念，原本以为双方自愿，但善雅喝到失去意识，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同意。本打算在工地门口进行，但那里人来人往，担心被发现，所以将善雅移到工地内。由于狼多肉少，他们决定抽签决定顺序，黄仁俊是最后一个。但为何善雅体内没有他的 DNA？ 因为他当时无法进行性行为，只能旁观2人的行为。善雅的父亲手里有录音，黄仁俊无法被定罪的原因，自白是在胁迫下获取的，加之善雅父亲未能控制愤怒，对黄仁俊动手了，结果自己被送进了拘留所。善雅的父亲是单亲，现在善雅由在首尔的姐姐照看，有个疑点，黄仁俊为何要自投罗网？可能性有2个，
第一是他有预谋的自白，目的是让单雅家处于劣势；第二可能是他真的害怕，尽管有不少前科，包括过失致死、特殊暴力、特殊盗窃，但每次都能逃脱惩罚，因此他对警察和法庭都不害怕。这样的人如果回归社会，将对多少人构成威胁？问题的根本是什么？不提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，他第一次出庭得到的是轻微的处罚，没有意识到伤害他人的代价，结果他变本加厉，无所畏惧。审法官一直想审这个案子，看到黄仁俊的名字他就晕了过去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之间有深仇大恨，可以说是仇怨。审法官的孩子就是被砖砸死的那个，是审法官亲生孩子。黄仁俊让他承受失子之痛，他事后不反省不悔改，这就是他厌恶少年犯的原因。在职业生涯中没有轻判过一次。黄仁俊案开庭审理，为他辩护的是许律师。审法官提出他用假身份证买酒，威胁单雅说不喝完这些酒就告诉学校你跟我睡过，逼迫单雅喝酒。许律师迅速反击，黄仁俊经常被两位大哥欺负，无论是买酒还是逼单雅喝酒，都是在两位大哥的威胁下。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正在深刻反省。一句被威胁正在反省让审法官无法反驳，黄仁俊露出得意的笑。审法官又问了，根据他自己说的，他没进犯罪现场，还试图阻止别人侵犯单雅，平时听话的他怎么敢反抗了？许律师正准备解释，黄仁俊突然说话了，是因为那两个人太过分，性侵一个弱女生太恶劣了，怎么能做出那么可恶的行为呢？他这么一说，加上表情，谁都会觉得这孩子挺懂事。审法官立马揭穿他的谎言，录音证据无效。单雅身上也没有黄仁俊的 DNA， 但案发地有辆车，每晚都停在那，车的记录仪拍下了现场，视频显示黄仁俊参与全程，并未被胁迫。根据这些证据，审法官把案件从少年保护转成刑事案。3周后再开庭，庭审一结束，审法官就传来消息，单雅的说法没错，参与侵犯的不是3个是4个人，除了徐东俊、吴敬秀、黄仁俊，还有白杜炫，就是当初和黄仁俊一起扔砖的那个。这时一中年妇女走来，当众给审法官一个耳光，还说审法官没脸，离婚后还纠缠他儿子，然后挖苦他当年逼他辞职在家，他不听，结果儿子被砖头砸死。婆婆这么一闹，全法院的人都知道了审法官的私事。最关键的是他和黄仁俊的恩怨没法隐藏了。部长也震惊，因为砖头案是他审的，审法官作为家属被他赶出法庭。审法官对判决很不满，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3分钟，那可是人命啊！一个家庭就这样散了。部长的轻判教会了什么？法律也就那么回事。因此两人的关系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部长也难辞其咎，但有些事是定局了的，审法官得退出这次审判。尽管退出，他还是得继续关注案件情况。他赶紧找到车法官，问是怎么回事，白杜炫怎么突然冒出头来的。原来车法官之前处理过一桩案件，一个叫小夏的女孩子离家了，因为偷窃被送到这里。他把小夏送进少年院，少年院给小夏做了彻底的体检，然后意外发现她怀孕了。他就去问小夏这事儿，小夏跟他说，他离家后就跟着白杜炫混，白杜炫组织了个离家出走团伙，核心成员是徐东俊、吴敬秀、黄仁俊，他们招揽离家的女孩子，做起了援交诈骗，也就是所谓的仙人跳。小夏就是在那个时候怀上了孩子。这行挺能赚钱的，一次少则几百万，多则上千万，但女孩子们是拿不到钱的。时间久了，小夏就想逃跑，因为没钱过日子，所以才去偷东西，结果就被抓进来了。他知道白杜炫是那伙人的头，文能策划诈骗挣大钱，武能动刀子，所以没人敢惹他。审法官觉得有点奇怪，这也不能证明白杜炫有参与性侵，而且监控只捕捉到了3个人，这究竟该怎么说清楚呢？为了找出真相，审法官走访了不少旅馆，确认了仙人跳的事实。他又去见了这半年离家出走的女孩们，有些人没听说过黄仁俊，但白杜炫却是人尽皆知的。有些女孩被他们利用得很惨，对白杜炫恨之入骨。他们把知道的都告诉了审法官，原来仙人跳只是白杜炫的一个生意。为什么这些女孩那么配合呢？因为他们会强迫女孩做不该做的事，然后把整个过程录下来，用视频来威胁他们，听话的就能轻松点，直接帮他们拍些小视频。这些视频被拿去卖了。审法官孤身一人挑战这个犯罪团伙，遭遇了众人畏惧的白杜炫。白杜炫的确目中无人，一见面便动手打起来，甚至拔刀向审法官刺去。审法官奋力抵抗，意外冲进了一间房，房间里放着一个鞋柜，里面全是受害者的鞋子，单雅的鞋也在里面，证明白杜炫当时确实在现场。白杜炫并未否认，因为他本就没打算让审法官活着离开。就在他差点要掐死审法官的时候，外头突然传来了警车的声音，他不得不放弃，选择了逃走。审法官摇摇晃晃回到了办公室，碰巧遇上了部长。他向部长透露，性侵事情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还有更多罪行。可是部长不相信，认为他被私仇蒙蔽了判断。不久，
黄仁俊的案件重新开庭，部长亲自审理，审法官没有去旁听，许律师还在重复那一套辩护，说黄仁俊一直受到2位大哥的欺负，他之所以犯事，全是因为恐惧。单雅身上没有找到他的 DNA， 这足以证明他没有涉及性侵。白杜炫作证站在了法庭上，他们俩从小就是好朋友。他证明黄仁俊一直受到那2位大哥的压榨，但这次部长没有急于做决断，而是要求他出示确凿的证据。根据徐东军和吴敬秀的供述，他们并未曾欺负过黄仁俊，而且涉及性侵的有4个人，作证的白杜炫正是其中之一。原来在开庭前，车法官找过这2人谈话，起初他们闭口不谈，直到车法官摆出鞋柜中的证物以及其他受害者的照片，这时他们才开始改变说辞，把跟随白杜炫所做的事情全部供认了。黄仁俊和白杜炫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惊恐，审法官恰好这时走了进来，白杜炫看到他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许律师试图抗辩，说徐东俊和吴敬秀在说谎。部长直接亮出了证据，白杜炫手机里存有众多受害者的照片，包括本案的受害者单雅的照片。接下来播放的是一段录音，录音里徐东军和吴敬秀透露，白杜炫的父亲曾经找到他们，要求他们承担全部罪责，不要连累白杜炫，因为 DNA 证据确凿，他们无法逃脱，只要他们保持沉默，出狱后可以得到5000万。事已至此，形势不可逆转，黄仁俊立刻改变立场，指出所有犯罪都是白杜炫的主意。2人在法庭上当众大打出手。人们可能会好奇，白杜炫手机中的照片是从哪来的？原来徐东军和吴敬秀早就对他不满，他们知道他手机中存有很多犯罪证据，于是悄悄将手机内容同步到了云盘。现在决裂，他们将证据公之于众。证据表明黄仁俊和白杜炫参与了性侵，2人已经无法翻盘。在最终宣判之前，部长询问远程观看的单雅还有什么话要说。单雅接过麦克风，他曾经自残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承受不了网络暴力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出事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位朋友。他发了很多消息，但都石沉大海，最后终于收到回复。他很开心，因为之前朋友太忙了，未能及时回复。但当他看了回复内容后，他崩溃了。我妈不让我和你一起玩，他无法理解，明明是自己受了伤，为何被人诟病的也是他？一度以为是自己有错，直到审法官告诉他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要勇敢抬头，要有尊严的生活。他紧握麦克风，鼓起勇气说，我只希望我的人生能回到从前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却饱含深重的心酸。部长做出了最终的裁决，案件移交给检方，重新进行调查，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重新审理。这起集体性侵案终于结束，所有涉案人员都受到了惩处。正义虽然得到伸张，但单雅的痛苦并没有减轻，这痛苦还将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。审法官也终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，可以坦然面对儿子的死亡，但有些事情仍未改变。他对少年犯的态度依然是厌恶至极。